欢迎来到我们的频道，希望您在这里度过一段轻松愉快的时光。今天我们想为您带来以下新闻：王一博代言效应，内娱商战逻辑被改写。现实中的商业竞争往往远比表面看起来更加复杂。在娱乐产业与品牌营销高度绑定的今天，一位明星的商业价值早已不只是简单的曝光度或粉丝数量，而是牵动着品牌战略、市场份额甚至行业格局的关键变量。对于许多企业来说，选择谁来担任代言人，已经不再只是一次普通的营销合作，而是一场必须谨慎计算的商业博弈。而在近几年的内娱商业版图中，有一个名字几乎成为许多品牌争夺的核心——王一博。如果从一份商务履历表的角度回看过去几年，会发现一个相当特殊的现象：越来越多品牌在代言合作上呈现出一种抢人的节奏。就在王一博与有色品牌的合作刚刚结束不久，飞科迅速出手，直接宣布他成为新的全球品牌代言人。这种几乎无缝衔接的合作节奏，让许多行业观察者意识到，如今的品牌争夺早已不是简单的资源分配，而是带着明显的截胡意味。品牌方似乎都在担心，一旦自己稍微犹豫，这个极具价值的合作机会就可能被竞争对手抢走。类似的情形在过去几年里其实已经多次出现。运动品牌之间的竞争尤为明显，耐克与安踏在代言策略上就曾被认为存在明显的竞争关系。电子产品领域也有类似案例，比如贝斯与漫步者，在合作策略上也曾被外界解读为品牌之间的接力式布局。而在消费品领域，杯具熊与墩墩之间的代言更替，也被视为一种典型的市场竞争动作。更具代表性的例子是纯真。当年纯真成功从安慕希手中抢到王一博之后，双方的合作迅速稳定下来，并持续至今已经超过5年时间。对于品牌来说，这种长期合作本身就意味着极高的市场回报，否则很难维持如此稳定的合作关系。类似的情况还出现在勇闯天涯的合作中。从综艺街舞3开始，到电影热烈，再到纪录片探索心境，只要王一博的事业轨迹出现新的节点，品牌几乎都会第一时间跟进。对于品牌而言，这种紧密的合作关系不仅意味着营销资源的持续曝光，也意味着品牌能够与艺人的个人故事同步成长。正因如此，很多品牌在面对这样的合作对象时，往往表现出极高的主动性。在这样的商业环境下，不少人自然会产生一个疑问：这些品牌是否早在合约尚未到期时，就已经开始密切关注甚至提前布局？从市场逻辑来看，这种猜测并非毫无根据。因为对于企业来说，一个成功的代言合作往往需要提前数月甚至数年进行规划。尤其是当艺人的商业价值被市场充分验证之后，品牌之间的竞争就会变得更加激烈。在这种背景下，也会出现一些未能成功合作的案例，比如路虎就曾被外界解读为试图争取合作但未能成功的品牌之一。最终，品牌选择以赞助纪录片探索心境的方式参与合作。这种方式虽然与传统代言不同，但依然体现出品牌希望与艺人产生关联的意愿。对于行业观察者来说，这种合作形式其实也说明，当一个艺人的影响力足够强大时，品牌往往会寻找各种方式与其建立联系。从更深层的角度看，王一博的商业合作之所以显得如此特殊，与他的代言结构有很大关系。在传统的品牌营销规则中，同一艺人往往会受到严格的竞品限制。例如，如果代言某个运动品牌，就很难再与其他同类品牌产生合作。但在实际案例中，人们却看到一种不同的现象。
即便他代言了海莉·汉森，也依然能够在纪录片中穿着始祖鸟出现。这种看似突破常规的合作方式，让许多业内人士感到意外。时尚领域的情况则更加典型。王一博既是香奈儿的重要合作对象，同时又与 LVMH 集团旗下的罗意威保持紧密关系。在巴黎时装周期间，他甚至同时出现在香奈儿与 LVMH 相关的时尚封面上。这种跨越品牌阵营的合作，在传统时尚圈中并不常见。通常情况下，不同集团之间存在明显的竞争关系，而代言人往往需要在其中做出选择。但在这一案例中，人们却看到一种更加灵活的合作模式。这种现象背后，其实反映的是商业价值对规则的影响。当一个艺人的市场影响力足够强时，品牌往往会更加关注合作本身的回报，而不是严格遵循传统竞品限制。从某种意义上说，这种变化也说明娱乐产业的商业逻辑正在发生转变。品牌越来越意识到，与其拘泥于旧有规则，不如更灵活地利用明星的影响力。从合作时间来看，王一博的品牌关系也呈现出一个明显特点：稳定。很多品牌与他的合作可以追溯到2018年前后，如今已经进入第8个年头。在娱乐行业快速变化的背景下，能够维持如此长时间的代言关系并不常见。因为品牌代言通常会随着市场策略调整而更换，但当双方的合作能够持续多年时，就说明这种合作模式确实带来了稳定回报。在事业高峰时期，王一博曾经同时拥有43个代言合同。这一数字在当时的娱乐行业中引起过广泛讨论，因为如此密集的代言阵容并不常见。即便在近年来整体经济环境趋于保守，明星商业价值普遍出现波动的情况下，他依然保持着30多个品牌合作。这一点尤为引人关注，因为与此同时，不少艺人的代言数量都在明显减少。更值得注意的是，这种稳定并没有完全依赖影视作品或综艺曝光。即使在某些年份没有新剧播出，也较少参加主流综艺节目，他依然能够维持在内与商业价值的第一梯队。这说明品牌在评估合作对象时，已经不再只看短期曝光，而是更加重视长期影响力与个人形象。在商业营销领域，有一个非常直接的指标，就是销量表现。对于品牌来说，代言合作的最终目标始终是市场转化。因此，当一个艺人能够持续带来明显的销售增长时，品牌自然会更加愿意长期合作。业内曾多次提到，部分企业在合作之前处于经营困难阶段，但在代言合作之后迅速实现市场突破。这种案例在营销领域被称为品牌翻盘。从公开统计来看，在王一博所合作的品牌中，有相当一部分属于回签品牌，也就是曾经合作过，后来再次续约的品牌。在31个品牌合作中，回签品牌数量达到23个。对于商业合作来说，这个比例本身就说明了一个事实：如果品牌没有从合作中获得实际收益，很难出现如此高比例的再次合作。然而，单纯的商业转化并不足以解释这种现象。王一博的个人 IP 同样发挥着重要作用。在娱乐行业中，一个清晰而独特的个人形象往往会决定品牌匹配度。对于大众来说，提到王一博，人们很容易联想到舞者、探险者以及积极向上的年轻偶像形象。这种多维度的形象结构，使得他能够适配不同类型的品牌。例如，在户外领域，他的探索精神与勇闯天涯品牌形成了高度契合。对于强调挑战与冒险的品牌来说，这种真实的个人经历比单纯的广告更具说服力。而在时尚领域，他的气质又能够与香奈儿、
罗意威等高端品牌形成匹配。与此同时，它在大众文化中的国民度也让飞科、纯真等消费品牌能够更容易触达广泛市场。这种多重形象带来的结果，就是品牌与艺人之间形成了一种双向赋能。品牌为艺人提供资源与平台，而艺人的个人故事则为品牌注入新的叙事内容。随着时间推移，这种合作关系逐渐形成一种稳定的商业生态。正因为如此，内娱的商业竞争也在悄然发生变化。过去，品牌之间更多比拼资源、渠道与广告预算，而如今，一个关键问题变成了谁能够成功绑定最具价值的艺人。当这种逻辑形成之后，代言人本身就成为了商业竞争的重要筹码。对于许多品牌来说，签下王一博不仅意味着获得一位明星代言人，更像是获得一张安全牌。因为他的合作案例已经在市场中多次验证，无论是销量转化、品牌曝光还是长期合作稳定性，都具备相当高的确定性。在商业决策中，这种确定性往往比任何营销创意都更重要。更重要的是，这种影响力甚至能够跨越传统竞争关系。原本处于竞争阵营的品牌，也可能因为它的影响力而重新评估合作规则。老品牌愿意长期续约，新品牌愿意高价争取合作，而未能成功合作的品牌也会寻找其他方式保持关联。在这样的背景下，内娱的商业版图已经不再只是简单的资源竞争，而逐渐演变成一场围绕核心 IP 的战略争夺。对于品牌而言，能够在竞争中赢得合作机会，就意味着在市场中占据更有利的位置。或许正因如此，很多行业人士才会得出一个结论：当品牌竞争进入新的阶段时，真正改变游戏规则的往往不是广告预算，而是那些拥有独特影响力的个人 IP。而在当下的内娱商业格局中，能够让竞争品牌放下成见争相合作，让老伙伴多年不离不弃，让新品牌愿意截胡抢人的名字，确实并不多。在这场不断升级的商业博弈中，王一博无疑已经成为一个极具象征意义的存在。对于品牌来说，绑定它不仅是一项营销决策，更是一种战略选择。因为在如今的市场环境里，这样的合作往往意味着稳定、确定与持续的影响力。而这也正是许多品牌愿意不断加入这场争夺战的原因。感谢观看视频。如果您觉得这条新闻对您有帮助，请记得点赞、评论并订阅频道。祝您生活充满正能量。再见，我们下个视频见。